1970年代的冷战海面上，最让美国海军心慌的不是潜艇，也不是导弹，而是苏联天上那几只巨兽图 22M 逆火和图95雄轰炸机，挂着成排的远程反舰导弹，一群群往航母战斗群这边扑。你想想，只要一波导弹穿破防线，一艘航母就是几千人的钢铁坟场。五角大楼很快反应过来，航母的未来全看能不能在导弹起飞前把这些轰炸机拦在几百公里外。说白了，美国要的不是普通战斗机，是一道能挡在航母前面的空中盾牌。就在这时，一架像怪兽似的舰载机登场了。它有能变形状的翅膀，起飞时张开，像海鸟的大翅膀一样稳；高速时收拢，又变成一支利剑。它的雷达比当时任何战机都狠，能同时盯住2打敌人。武器更绝，是世界上第一种能在150公里外就把目标打下来的空导弹。飞行员第一次坐进驾驶舱，只说了一句：“这不是一架飞机，是整个航母战斗群的护身符。”它的名字是 F-14熊猫。冷战的天空，因为它彻底改了航母的生存规则。进入1960、70年代，美国航母虽然满世界跑，但背后的压力越来越大。原因很简单，苏联这时候玩出了一套组合拳，能让海军将军们做噩梦。第一拳是长航程轰炸机，像图95雄、图 22M 逆火这种大家伙，不用飞到航母头顶，只要在几百公里外扔下反舰导弹，就能把航母变成移动靶子。而且他们还偏爱编队出击，一次挂几十枚导弹，天空瞬间成了钢铁蜂群。第二拳是苏联庞大的潜艇舰队，潜艇能在航母周围埋伏，给轰炸机引路，把他们带到能攻击的位置。这就等于说，美国航母群随时可能被上下夹击，水下盯着你，天上轰炸机瞄着你，导弹说不准啥时候就扑下来。这么一来，航母战斗群的弱点被无限放大。五角大楼不得不认，要是没有一层新的空中屏障，航母可能在冷战第一天就废了。于是海军的任务很明确，必须造一架舰载机，它得能从航母甲板起飞，在空中待9点，雷达能看到几百公里外的目标，还得有本事在敌机发射导弹前就把它拦下来。这不是普通战斗机的活，是战略拦截机的使命。就像航母的远程门卫把危险挡在大门外，就是在这种危机感里， F-14熊猫的研制计划被摆上了桌。它不只是又一架舰载机，是航母未来能不能活下去的关键。要是说普通战斗机像一只猎鹰，那 F-14更像一只会变身的猫。它的设计思路用今天的话就是，航母需要一架超级全能的守护神。首先是它最扎眼的特征，可变后掠翼。你在甲板上看它，翅膀能像海鸥的翅膀一样往后转，起飞降落时翅膀张得又宽又大，像大鸟似的稳稳飘在航母甲板上。一旦高速拦截，翅膀就往后掠成一条线，整架飞机瞬间变修长，能高速巡航，甚至冲进超音速。这套机制刚好解决了航母战斗机的大矛盾，既要能慢速起降，又要高速冲出去拦敌人。飞行员调侃说，你感觉自己不是在开一架飞机，是开2架，慢的时候稳得像渔船，快的时候猛得像赛车。其次是它真正的灵魂 AWG9 雷达，这套雷达在1970年代简直是开挂级别，探测距离超过200公里，能同时追24个目标，还能对着其中6个同时发射导弹，这放今天都算牛，在冷战时期更是碾压对手。和雷达搭伙的是大名鼎鼎 AIM-54凤凰导弹，单枚射程160公里以上，飞出去能自己找目标。对飞行员来说，这意味着啥？意味着敌人轰炸机编队还没靠近，你就能在几百公里外把他们一架架打掉。用当时的话说，就是把敌人挡在航母视线之外。还有是格鲁曼猫家族的传承，从2战的 F4F 野猫、F6F 地狱猫，到冷战初期的 F8、F9，这家厂商就专门给海军造猫。F-14叫熊猫，既是续上传统，也正好配得上这架飞机的霸气。最后说说飞行员的感受，很多人回忆第一次开 F-14就像从2手摩托跳上超级跑车，当翅膀慢慢收起，推力升满，你会感觉飞机不是在飞，是在咆哮着撕空气。一位试飞员甚至说，当年第一次拉杆爬升，我脑子里就是一个词，这就是冷战天空的终极武器。F-14的出现等于在航母甲板上放了一只会变身的猛兽，它能慢速伏地等降落，能高速扑杀拦敌人，还能一口气把几百公里外敌机编队掐死在摇篮里。这才是冷战时海军敢让航母继续闯苏联家门口的底气。冷战时期 F-14可不是关在机库里的展品，它几乎天天都在干活。最常见的画面就是在大西洋、太平洋上空，熊猫编队拦苏联的远程轰炸机。
那些年，苏联的图95雄式和图16总绕远路飞到美国航母附近挑衅巡逻，只要是 F-14值班，基本上就是例行公事，雷达锁定，翅膀往后掠，高速爬上去，几十公里外就能拦到目标。很多老照片里能看到这样的场景：一架庞大的苏联轰炸机旁边紧挨着2架熊猫，机头上的星条旗正对着对方机舱窗户，飞行员甚至能看清彼此的表情。对苏联来说，这就是赤裸裸的警告，别再往前凑。除了日常巡逻威慑， F-14在冷战期间真正留下战绩的是2次西德拉湾空战。1981年，美军航母在利比亚海域活动，卡扎菲说整片海域都是利比亚内海，还派苏制苏22战机来驱赶，结果2架 F-14迎上去，短短几分钟就击落了2架苏22，对方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。1989年，几乎一样的戏码又上演了，这次利比亚派了米格23想靠近，美军2架 F-14还是先发制人，又干掉了2架米格机。对当时看新闻的人来说，这2场空战就像现场直播的广告。熊猫在实战里真能把苏制战机打得抬不起头。还有段不常提的故事，发生在北约演习里。当 F-14和欧洲盟军的战斗机对抗时，它的雷达加凤凰导弹组合常常在几十公里外就宣告胜利。很多华约飞行员通过情报听说过这种对手的感受，心里都发怵，因为这意味着真要是打起来，他们可能还没来得及进入格斗圈，就已经被击落了。一位北约飞行员形容，和熊猫对阵，你总觉得天上有双眼睛，早把你盯死了，根本没机会躲。所以在冷战的天空里， F-14不只是航母的护卫，还是心理战的一部分。它让苏联轰炸机不敢太靠近，让小国空军不敢轻举妄动，也让北约盟友心里有底，只要航母在，天空就有一层猫科动物的阴影罩着。一架飞机能在冷战天空里呼风唤雨，背后肯定有代价。F-14的代价几乎就2字：烧钱。先说说采购价， F-14在1970年代的单价大约是3800万美元，这在当时就是天价战机。你对比一下就知道，一架 F-4鬼怪还不到300万美元， F-16初期型号也就1500万美元左右。换句话说，买一架熊猫的钱差不多能拉来一小队轻型战机。可买得起还不算完，养起来更贵。 F-14的维护成本高得离谱，问题主要出在发动机上。它用的 TF30发动机本来是给轰炸机设计的，却硬塞进了熊猫的机身里，结果呢，推力不够不说，还老喘气，也就是专业说的喘震，飞着飞着就可能掉动力。飞行员的抱怨很直接，开熊猫就像踩地雷，不知道啥时候就被发动机坑了。不少事故都和这台发动机有关，低速时容易失速，高速时容易过热，最要命的是激烈机动时可能突然罢工。很多飞行员说，开这飞机脾气都能被逼得暴躁起来。除了发动机，维护团队的压力也大得很。熊猫的机底太复杂，光是翅膀的可变后掠系统每天都要大量保养，机务人员常打趣，维护一架 F-14就像养一只真猫，它优雅又强大，但脾气也怪，稍微没伺候好它就给你甩脸子，下次起飞准出问题。在冷战财政紧张的时候，这种高维护机型简直就是财政黑洞。可问题是，美国人为啥还硬着头皮保留着它？答案就一个：战略刚需。冷战期间，苏联远程轰炸机的威胁是真的，尤其是挂着反舰导弹的图 22M 逆火。要是没有 F-14，航母战斗群几乎就是裸奔，没有任何工具能在几百公里外拦截这些轰炸机。AWG9 雷达加 AIM-54凤凰导弹的组合虽然贵，但却是当时唯一能用的远程拦截工具。换句话说，没有熊猫就没有航母的战略安全感。所以哪怕财政部门天天皱眉，美国海军也得咬牙留着它。他们清楚，这不是普通战斗机，是整个航母舰队的护身符。冷战一结束， F-14的处境就变得微妙起来。它本来是专门为了拦苏联轰炸机、守护航母而生的，可对手一解体，航母再也不用天天担心天空会冲下一群逆火，熊猫的战略定位一下子就尴尬了。不过它也不是马上就被边缘化。2003年伊拉克战争里， F-14还贡献了一次最后的高光。那时候它已经不是纯粹的制空战机了，而是挂上了精确制导炸弹，转型成了炸弹猫。飞行员笑着说，当年他是天空的拳王，退役前居然改行当轰炸机了。但不管名字怎么变，他还是用最后的身影证明自己还能给美国海军做事。可现实很残酷，到2000年代， F-14的维护成本已经高得吓人，每飞1小时就得有200多个地勤围着它修，比伺候2架新的超级大黄蜂还费劲。而且发动机、机体零件都老化了，修一次的钱差不多能养2架超级大黄蜂了。于是2006年，美国海军正式宣布 F-14全面退役，舰载机的主角交给了更现代、更便宜、更容易维护的超级大黄蜂。
那一年，很多老飞行员都去送别，有人红了眼眶。他们知道一段属于熊猫的浪漫彻底结束了。但要是问 F-14 留下了什么，答案远不止数据表上的战绩，它的文化遗产甚至比战略意义更深远。1986年的电影《壮志凌云》把它推成了世界级的明星。那双能变形状的翅膀在大荧幕上一张一合，像猛兽一样扑向天空。它不再只是一架战斗机，成了浪漫、自由、速度的象征。很多人第一次爱上军机就是从看见 F-14 开始的。所以 F-14 有2个身份，在冷战里它是航母编队的护航盾牌，是压住苏联轰炸机的王牌；在文化里它是好莱坞的明星，是一代军迷心里的白月光。这也许就是它最大的价值，不管是现实的战场还是浪漫的荧幕，它都赢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觉得 F-14 的真正价值是什么？是冷战天空里那一层让航母能安心入眠的护航盾牌，还是电影荧幕上那份至今还让人心潮澎湃的浪漫符号？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答案。下集我们的目光转向冷战后期的隐身先锋 F-117夜鹰，一架从黑科技走向现实的奇怪飞行器。它的诞生不只是工程学的胜利，更是战略思维的一次飞跃。我是 Rain， 下期见。